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这10种手相50岁后飞黄腾达，有望资产过亿。人生是一场马拉松，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赢在起跑线上。有些人可能在起点的时候冲劲很足，但是后期动力不足。但有些人可能起点并不高，却一直坚持，最终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人的运势表现也有类似的情况，尤其是在财运上。很多人可能年轻的时候想要挣钱非常的难，但是中晚年却迎来了机遇。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50岁之后发财的手相都有哪些特点，什么样的手相会在财富上大器晚成呢？一、智慧线很长。我们摊开手掌，能够明显的看到3个比较深长的纹路，位于中间的那条就是智慧线。一般而言，人们的智慧线是比较短的，但是如果智慧线伸长，那么代表这个人聪慧有韧性，做事善于思考，谋定而后动，而且洞察力惊人，可以发现很多常人难以发现的财富运势。不过这样的人之所以年轻的时候不能发财，主要是他们思虑太多，总是不能把握住挣钱的时机，加上大部分人在年轻的时候财富底气不足，不敢尝试一些具有风险性的项目，只有等过年过半百，身上的负担减轻，才会大展手脚。因此50岁之后，智慧线伸长的人会在财富上表现出惊人的天赋，而且年龄越大，挣钱的机会也就越多。2、手掌心有2条事业线。事业线是从上到下贯穿整个手掌的纹路，一般人能拥有1条事业线就相当的不错，而能够同时拥有2条，即1条可以通中指，1条直通食指，那么这样的人就会拥有晚年的福报。也就是说，在50岁之后，他们的财运会越来越好。这部分人大器晚成，主要是年轻的时候，他们往往生活没有目标，做事总是不知所云，有些任性随意，因此大多一事无成，或者表现得庸庸碌碌。但是到了50岁，作为财运的分界线，这部分人似乎在思维意识上被打通了任督二脉，财富思维忽然间被提升，可以明确自己的奋斗目标，财运就会越来越多的向他们倾斜，最终晚年福禄大增，成为人上人。3、拇指和无名指有斗。斗和簸箕是手指头的一种纹路表现，斗就是像年轮一样，可以呈现数圈闭合圆形的纹路。如果一只手在拇指和无名指上都有斗的人，那么他们50岁之后可以获得财富的几率很大。而2只手都呈现这种手指头纹路，那么50岁之后功成名就的几率几乎是100%。这部分人他们的思维意识有一个慢慢提升的过程，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花期比较长。有些人年少得志，就是早早的开花结果，让人们看到他们的能力。而拇指和无名指有斗的人，则是需要时间慢慢的给他们增加阅历和经验，等待一定的时机，厚积薄发，最终在中年之后开始走向人生巅峰，财富运势也会随着年龄的增加水涨船高，属于能力和智慧都爆发较晚的一类人。4、食指和中指并拢后，上半截空隙大，下半截无空隙。拥有这类手相的人，说明他们在早年间会吃特别多的苦头，日子很艰辛。相对于身边人而言，不管是事业还是财运，都显得乱七八糟。而且在婚姻中也很难得到异性的青睐，会长期处于孤独寂寞的状态中。好在到了中年之后，50岁左右，生活中所有的一切都将发生巨大的转变，他们会迎来很多好运，而且贵人缘也在变得愈发旺盛，可以得到高人的提点与助力。到最后，他们很有可能会成为叱咤商场的有钱人，或者是在官场上混得如鱼得水。这类人经历过很多磨难，所以心思缜密，而且更加懂得珍惜眼前拥有的一切。因此即便过上富裕的好日子，他们依然能够严格要求自己，还会树立勤俭节约的念头，不会做出出格的事情。因此这种旺盛的运势可以一直延续下去。
5. 手掌宽厚粗糙。手指宽厚且粗糙，说明这类人拥有旺盛的大气运，不过很难在早期显露，必须要经历一番磨难和历练，才能够迎来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早年期间，这类人日子过得很憋屈，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遇到重重的阻碍，而且六亲缘分浅薄，还总是会被父母和兄弟姐妹拖累。但是到了50岁之后，必然平步青云，一鸣惊人，属于典型的大器晚成的类型。一旦大运降临之后，他们的生活和工作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在事业和财运方面，将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生活中社会的地位也会急剧提升，还能够结交到很多上流社会的人士，人际关系将变得极为和谐融洽。而且这种旺盛的运势并不是昙花一现，而是能够从中年一直延续到晚年，令人羡慕。6. 事业线从下到上由浅变深，超过生命线显现出来。事业线从下到上由浅变深，甚至超过生命线显现出来，说明这类人早年的时候职场生涯并不顺利，他们很难拥有稳定的职业，会到处打零工，日子过得很辛苦。但这类人非常有天赋，而且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积累了特别多的经验和知识，等到中年50岁之后，必然能够取得突出的好成绩。一生中一旦出现转机，那么接下来的人生都将一发不可收拾，绝对会一飞冲天。而且这类人本身就属于怀才不遇的类型，所以一旦得到机会，必然会表现得特别的努力，绝对不会颓废懒散。他们到最后不但可以拥有成功的事业，还能够赚得盆满钵满，日子顺风顺水，还可以收获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7. 太阳线起自边长。如果太阳线起自边长的话，说明这类人拥有非常诚实善良的优良品格，而且遇到困难不会轻易低头，具有很强的上进心和拼搏心。年轻的时候，由于原本的家庭背景不是很好，很难得到良好的资源，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所以难以取得耀眼的好成绩。但是到了50之时，必然能够一鸣惊人，甚至在所处行业能够处于佼佼者的领先地位，非常厉害。不过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往往婚姻生活不够幸福，尤其是女性朋友肤缘浅薄，还有可能克死丈夫。8. 事业线起自智慧线。如果事业线起自智慧线，或者说太阳线起自智慧线，说明这类人特别聪明，基本上用不着等到晚年，到了50岁的时候，便能够在事业上斩获非常出色的好成绩。事业一旦成功，那么滚滚财源肯定也会随之而来。这类人上进心很强，心思缜密，善于规划，非常喜欢思考，而且他们踏实努力，能够一步一个脚印儿，朝着既定的目标和方向不断前行。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一旦功成名就之后，可能就会引来桃花劫，在感情方面务必要洁身自好，以免惹来麻烦。9. 事业线起自掌星。如果事业线起自掌星，或者说太阳线起自掌星的话，那么说明这类人少年运欠佳，但是到了中晚年绝对能够行大运。这类人有种随遇而安的豁达感，能够专注于眼下的每一件事情，而且他们心态很好，哪怕身处困境也不会怨天尤人。到了晚年之后，贵人运将会变得愈发的旺盛，能够在高人的提携和指点下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不过即便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类人依然能够保持初心，继续以往的生活和工作模式，不会醉生梦死，更不会去做出出格的事情。10. 生命线上阻碍纹较多。生命线上阻碍纹较多，年轻的时候抵抗力不佳，身体素质欠佳，需要注意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但是从中年开始，健康运势就会变得越来越好，身体素质也会不断增强，感知分叉假断掌，分析力强，而且双手灵活，多才多艺，智商很高。到了中年之后，能够在自身所处的领域斩获非常不错的好成绩，甚至还能够一夜成名。
有段掌纹的同时又有智慧线和感情线，且末端分叉。他们善于处事，适应力极强，对什么都感兴趣，知识面广泛，可以凭借着聪明才智获取丰富的钱财。一、手指较长的手相，依照手指的长短来看财运。指头长而且直不偏斜的人，属于亲手创业型的，心灵手巧，大多凭手工技术吃饭，一般与一本万利的财运无缘。但是这种人处事慎重又擅长分析数据，属于智能型的，比较勤劳而又能实际操作。因此如果能将这种长处与工作相结合，比方说从事银行或证券等相关工作，高技术行业、高新技术行业，便能期待丰硕的成果。二、手指较短的手相，手掌长而食指比较短，这种手相大多比较肉多、柔软，是日常生活中长时间用脑不动手的特征。他们大多外表比较憨厚，并且有敏锐的经营事业的头脑，外露憨厚，内藏精明，不会在乎小事，但是做起事来不拖泥带水，因此能够很快地下决定，并且勇于采取行动。由于本身具备了优越的经营能力，因此很适合致力于实业的经营工作、管理者。不过手指的长度如果过分地短小，在比例上显得离谱的话，那么就显示这个人具有懒惰的性格。三、食指弯曲，骨节暴露。如果你的手指弯曲偏斜，是累心、累身的一大命理特征。形内有与食指偏斜劳碌命，骨节暴露愁心人。这样的手指手型大多辛苦劳累，不是富贵之相。不过也有短时间发迹的朋友，要看好自己的富贵，千万不要因为过分嘚瑟，让自己再次回到贫困再现。四、拇指代表父母、祖上，拥有圆润厚实拇指的人，可借父母之力。用钱的观念十分实在，不会将钱花在过分强调感官享受的事情上，像华丽的衣服和美食，在这种人的眼中是极为不实际的。这样的人对生活的要求很简单，为人也相当务实，说一是一，不会有太多的心机。平而薄的拇指，粗细不匀，弯曲灵活，大多与厚实的拇指正好具有相反的性格。这样的人不喜欢一板一眼的日子，喜欢快捷方式，没有耐心，贪图享受。五、食指。食指在手相学中通常意味着支配欲、权力欲与一个人的进取心，所以食指较长的人性格也比较顽强，相当具有霸气和野心，容易有权力。食指长到中指，性格偏强硬，爱出风头，财大气粗的性格，起伏较大，往往很难存得住钱。这种类型的人，就算钱赚得多，花的也多，所以这种人要节制挥霍，控制欲望和消费习惯。六、中指。中指是4根手指中最长的，而且位于5根手指头的中心，象征一个人的命运，以圆润指掌为上。圆润指掌的中指代表有好的命运，事业、财运、婚姻方面都有好的结果。如果中指生得过短，中指偏斜，偏向于食指，对事业比较执着；如果偏向于无名指，可能对家庭比较执着；如果粗细不匀，则是缺乏耐性和冲动的表示。这种人必须好好约束和规范自己的情感，不然很容易做出会令自己后悔莫及的事。七、无名指。无名指代表配偶和家庭关系，如果偏向于中指，表示你家庭的责任心很重，为家庭付出代价很大；如果偏向于小指，表示为晚辈子女付出很多。如果无名指跟中指一样长，那便是喜欢赌博的手相，对于任何事都有喜欢下赌注的兴趣。这种人一听到打麻将、赛马、玩牌，全身的血液都会立即沸腾，眼睛也为之一亮。这种人的确对输赢有着相当敏锐的感觉，也喜欢投机性较高的理财方式。股票、
房地产等投资生意，会很乐意参与，但是并不表示有万全的把握。这样的人赶上极端的时间，会随便赌输整个家当，将会使自己落得倾家荡产。8. 小指代表子女、晚辈，如果小指特别的短小、弯曲，表示子女不给力，让你为子女操心费力，容易让你不能为子女骄傲。另外，小指还代表智慧、口才、艺术，又经常被乡学家称之为第二根拇指。有许多成功者几乎毫无例外地拥有一根比无名指第一指节线更长的小指。如果小指长直顺且圆润的人，通常有很卓越的办事才能和社交手腕。如果小指低于无名指的第一指节线很多，小指弯曲，那么这个人无论是在运势或财力方面都很难有所成就。第二，有这5种手相的人最招财，最有发财命，看看有你吗？一、财运线清晰而粗直，财运线又名水星线，是出于水星丘小指根部的短竖线，是衡量一个人财运好坏的重要标志。财运线生得清晰而粗直的人，通常有着较好的财运。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很会招财，擅长运用资金获利，而且是越动越旺。另外，因为水星丘掌管的是金钱，而太阳丘掌管的是人缘点名声及好运，所以当财运线出现在水星丘和太阳丘之间时，这样的人通常能够靠股票或不动产等生意赚大钱。2. 钱财纹数量多，所谓钱财纹，是指在水星丘小指根部和太阳丘无名指根部之间出现的细的斜线。一般人手上都钱财纹，只是数量有的多，有的少。通常手掌上钱财纹越多的人，财运越旺，越容易招财，尤其是偏财运好，例如工作上时常发奖金，或者常常意外中奖等等。3. 水星丘红润而隆起，水星丘在小指的根部，掌管一个人的财运、社交与商业头脑。水星丘生的红润且向上隆起的人，不仅在商业方面拥有绝佳的才能，而且财运也相当的好，容易遇到很好的赚钱机会，只要努力肯付出，便能赚得大笔财富。此外，这样的人自身的交际手腕也很棒，应变能力很强，若从事商业经营之类的职业，更容易成功，从而获得丰厚利润。4. 太阳丘、木星丘有星纹，在太阳丘或木星丘这2个任一部位出现星纹，都表示这个人拥有特别的好运，容易得到意想不到的机会和幸运，从而心想事成，赚到很多财富。只是这种幸运星纹出现后，假如本人不善于把握机会，努力付出，也会自己消失。5. 智慧线有向上的支线，假如智慧线末端有支线向上延伸，表示这个人非常有商业头脑，而且有很强的金钱观念，对金钱既眷恋又敏锐，很能利用一切机会招财，常常在不知不觉间赚到很多钱。不过这个人在金钱的使用上非常节省，记得还是要适时的花钱，慰劳自己一下。6. 掌心厚实有凹陷，手掌就好比聚宝盆，掌心好比聚宝盆的盆底，掌心的薄厚深浅能看出此人一生的财富多少。掌心厚实凹陷的人能聚财守财，积累下丰厚的财富。有这种手相的女人也是天生的富贵命，有很强的理财、守财能力，持家能做到井井有条，生财有道，能够帮助丈夫守好财富，自己也能利用出色的理财能力赚取财富，积累下丰厚的家底，老有所依，能安享晚年。7. 太阳丘高隆，太阳丘代表着财富、才能与名声等。手掌中太阳丘隆起，说明此人具有很强的赚钱能力和理财能力。有此手相的女人，性格坚毅但不苛刻，为人厚道，
婚姻成功是持家理财的一把手，在外能有出色的理财能力，能够在自己的事业上大放异彩，赢得出色事业成就和社会名望。对内也能持家有道，婚姻幸福美满，属于大富大贵的首相之一。8. 木星丘饱满圆润，木星丘能反映一个人的积极程度和上进心。木星丘饱满明润而富有弹性的人，大多对财富和权力具有强烈的欲望，热衷名利，意志坚定，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在财富和社会地位上取得耀眼的成就，往往有成为富豪的潜质。若为女性，也会是事业型的女强人。不过有这样手相的人对待感情一般也会比较强势，所以在选择伴侣时，最好是选择性格互补类型的，或者是更具有忍耐和包容心的人，这样婚姻生活也能美满幸福。讲讲手相出现这4种吉祥的符号，富贵无疑，早晚必发。手相预测主要从色泽、形体还有纹理这3点入手。手相重、纹理清晰无杂纹的命主，一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会事业有成，婚姻早成，财运早旺。如果手相重再出现一些特殊的较为有利的符号，则会锦上添花，让自己的财运更上一层楼。元宝纹，元宝纹是指手掌中的玉柱线、生命线和智慧线构成一个元宝纹，注定一生财源广进，富贵有望。下图中命主实际从小家庭不富裕，毕业后23岁工作，27岁仍奋斗，但事业运开始有所好转。夫子眼，手相重，夫子眼又称凤眼，也称天眼纹，出现在大拇指第1节指节，有一个类似眼睛一般的圈形手纹。不论男女，拇指中若有此手纹者，为人聪明伶俐，年纪轻轻便能成就一番事业，一生财源滚滚。拇指上夫子眼较为明显，说明此人一生富贵有余。井字纹，手相重，巽宫高凸红润，并有井字纹出现，说明此人财运会非常的旺。一马平川，一马平川中，马是指的命运线，川是指的川字纹，过了感情线和智慧线方程。若命运线穿过生命线、感情线还有智慧线，也属于一马平川的范围。手相重，称命运线为玉柱线，又叫事业线。命运线从手掌根部直接穿过智慧线和感情线，切记必须穿过智慧线和感情线才能称为一马平川。手相重若有此现象者，富贵无疑，而且贵人运非常的旺。难得的10大吉祥手相。财富纹，财富纹决定了一个人的财富有多少。财富纹直且长的人，他这辈子的财富就会有很多，而且获取财富的路上也没什么曲折。如果很短很曲，就说明这个人这辈子获取的财富不仅少，而且过程也很艰难。手指缝，许多人手指并拢之后的空隙是非常大的，而且一点间隙都没有。如果没有间隙，说明这辈子是很能守住财的，因此这辈子也会过得比较如意，顺风顺水，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波浪。断掌纹，断掌纹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手相。如果手上有断掌纹，那么这个人这辈子一定是会有成就的，是非常吉利的手相。所以有这种手相的人要抓住机会努力，这样才能功成名就。红润厚实的手掌，其实红润厚实的手掌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好的手相。手掌厚实，捏起来比较软，说明这一生都会大富大贵，而且也很平安吉祥，是很好的一种吉祥手相。不动产纹，有这条纹路就说明自己会有很多家产，不仅是房子，而且还会有许多的财富，毕竟房子也是一种资产，房子越多说明钱也就越多，因此有这种手相的人一生都会非常富足。
6. 钱财文，钱财文这里可能不止一条，钱财文越多，说明能够获得的财富也就越多，因此是越多越好。钱财文只要有，说明就还是有机会能够富裕的，因此要努力工作，抓住机会才好发财。7. 直觉线，手里有直觉线的人是非常有商业头脑的，很有投资理财意识，因此他们也知道如何抓住商机，去给自己创造更多的价值，从而吉祥富裕。8. 手中财库，手中的财库是聚集在手中心的细纹上的，一般会成一个小三角形或者四边形，这个财库越大，说明能够赚到的钱就越多，手中持有的财富也会越多。9. 太阳丘隆起，许多人的太阳丘都是凹进去的，那么这里就看不出来是否有财了。不过太阳丘隆起的人，财运肯定是比较好的，有发大财的机会。如果太阳丘很饱满，那么也会肯定会是大富大贵的命。10. 中指长，虽然中指一般来说都是最长的，但是中指比其他的手指长很多的话，那么就说明这个人的一生都会非常富足，而且生活也是非常无忧无虑的，是很尊贵的人。第3，手握金竹必暴富，4种发财手，越来越富有。一手指如竹笋，金竹手。在手相学中，手代表了一个人的抓财能力。如果一个人的手指长得如竹笋一般细腻而修长的话，这种人大多命比较好，容易富贵。这种手相的人大多非常的善于理财，有着很强的抓财能力，善于运用金钱去做一些投资，能够让钱生钱，手里掌握的金钱也会越来越多。如果再得到一些贵人相助的话，必定能够富甲一方。2. 手软如棉花，如果一个人的手掌长得柔软且很有肉感的话，这种人大多先天命格较好，容易出生在富贵之家，从小生活无忧，还容易得到家中长辈和亲朋的相助，因此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比较容易获得成功。而且性格淡，多温厚，命中的贵人运较好，容易得到贵人的相助，无论在生活何事业上都比较顺利，挣钱也比较轻松，一般都不会缺钱花。3. 掌红如血色，手掌的颜色代表了一个人的血气健康。如果一个人的手掌颜色长得较为红润的话，这种人大多血气充足，身体素质比较好，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都比较充盈，做起事来很有干劲，属于天生的上帝宠。而命中很有福气和财气，一生财路畅通，财源较广，做事如有神助，一辈子财源滚滚，很难受穷。4. 掌中有黑痣，如果一个人的手掌中心部位长有黑痣的话，这类人大多观察力非常强，而且考虑问题思路也比较的独到，很有远见和抱负，内心也比较强大，能够承受挫折和压力，所以在事业方面总是能够看到别人发现不了的商机，特别的适合做生意，总是能够抢占先机，挣钱的渠道比较广，速度比较快，善于积累财富。第4，十分少见的富婆手相，肤质白里透红，有贵气，天生少享福命。中指较长，容易大富大贵。中指较长代表着有较强的权力欲和富贵欲，他们的理想目标是一定过上大富大贵的生活，要出人头地。他们有较强的进取心，做事大气，不拘小节，不会被一些小的财富而迷失方向，这样的人更容易能大富大贵。手指并齐没有缝，聚财理财。除了大拇指以外，将4个手指并拢，如果指缝间没有缝，连芝麻都掉不下去，这样的人很会存钱，不管男女都很擅长理财，生活中的开支和花销都是精打细算，不会盲目，所以这种人很容易大富大贵。
钱财纹多会理财。钱财纹也称为理财纹，是指在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面很多细细的斜线，如果这些线比较深且多的话，代表着财旺钱多，一生有花不完的钱，生活上必定是大富大贵。手中多财库有财运，手中的线互相交错中构成大的四方形或者为三角形或的人，甚至手中形成多个四方形或者三角形，这些形状为财库，代表着财富。不管男女，他们在钱财的运气上会比较幸运，容易大富大贵。手掌厚实，有聪明的求财头脑。手掌厚实的人代表财运事业基础好，不管是生活或工作，他们都会充满着干劲，在求财上有聪明的头脑和灵活的智慧，他们也会为了自己的未来一直在默默的努力。这类手相的人比较容易能大富大贵。6. 太阳丘隆起有赚钱能力。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代表着财富。如果手掌中太阳丘隆起，说明此人很具有赚钱的才能，工作中奖金多，财运上亦有意外发财的机会，并且能存得住的钱一定不为钱财而累。男的财运好，女的则容易嫁有钱老公，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之一。第5，案例分享。第1个，掌面流光溢彩，手指条达不见缝隙，偏土行掌，土人稳重传统，做事有诚信，四指严丝合缝，能守财之进退，指节间米糠数文。古代讲是衣食无忧，现代讲小康无忧。食指很长，和兄弟姊妹缘分深厚，也更加注重原生家庭和亲情。掌丘来看，小指水星丘饱满，有活力和口才，沟通能力强，对商业嗅觉也灵敏。食指巽宫饱满，但右手巽宫见杂纹，正财有但不稳，水星丘也见杂纹，偏财也有但不长久。左右手太阳丘都见很多条太阳线，说明人缘不错，比较注重自己名声，比较爱面子，甚至有些虚荣。左手生命线偏浅淡，而且横纹较多，生命线弱，说明体质不强，运势根基不强。相对生命线，脑线倒是深长，人很聪明，脑力强，但体力不强，是个典型的爱动脑不太爱运动的人，建议平衡脑力和体力，人生运势才能稳定长久。第2个，面相骨为阳，肉为阴，讲究骨肉均匀，男阳女阴，男女有别。对于男人来讲，骨稍多于肉，阳气更足，男主有些肉多于骨，阴阳不协调，偏营养质，有些中物欲爱消费，做事有些偏懒散。五官端正，眉浓稍散，为人正直，重情感性，易仗义疏财，额头开阔，早年聪明，学运不错，但鬓发侵入驿马宫，出行运势一般。此处也是30岁之前的财帛宫，早难于前，对于钱财方面比较大方。眉浓稍短，做事效率高，喜欢速战速决，但是山根偏弱，有些少耐心和定力，青年时期感情易动荡。鼻梁不起，少城府和心机，容易在钱财和感情方面入骗局。不过鼻头肉，中年能见财。唇含不露，不过唇，稍歪，易犯口舌是非。下巴兜而肉，晚年能享子孙福。在人的手掌上，除了3条主要的掌纹以外，还有一些辅助纹线，对判断人的运势和性格也非常有帮助。这些纹线不是在任何人的手上都能看得到，有些会非常稀少，比如在小酱汁之前讲过的千金纹、美鹿纹、宝镜纹等等。这些纹线虽然很少见，但是能够强化或是减少该区所代表的性格和命运特质，有些是绝对负面的，有些则是值得拥有。今天小酱汁想给酱友们介绍2种罕见的纹路，一种大喜，一种大悲，酱友们可以了解一下。
一、天喜纹。天喜纹是一种比较吉祥的纹路，它的出现表示着一个人的财富、健康、婚姻都比别人要好，生活中总是充满了激情和奇遇，一生幸福。通常天喜纹在手掌中有以下3种形态，不同形态有不同的命理含义。具体命运如何呢？小酱汁接下来为酱友们具体说明。一、天喜纹是内生命线，即沿着生命线内侧的一条同样走向的线。天喜纹主要起到的作用是加强保护生命线的作用，有这条线的人生命力都比较顽强，多健康长寿。即便是生命线上有残缺不完美的地方，也能化险为夷。即使大病大灾，亦能逢凶化吉，对自己的运势也有着加强的作用。不管是事业还是财运方面，都能多交好运，平步青云。职场多贵人帮助，能在自己事业上有一番作为。古语云：立身待天喜，一生多福祉。容望乐人安，事事皆全意。立身即生命线，生命线有辅助线的人，一生走福运，容望平安，事业发达，身体安康，家业兴旺，做人讲义气，有病灾疫能自己化解，遇到坎坷亦能跨过，快乐逍遥一世。有天喜纹的人不在少数，而且形状各异，不同的样式代表含义不同。一个完美的天喜纹能增加生命线的作用，反之也会影响生命线的发展。二、天喜纹是通天纹的变形，从前宫月丘处起通天纹，斜上中指之下；从肯宫金星丘或地纹生命线处起纹斜上中指之下，两纹相合叫做天喜纹。有天喜纹的人，不论男女，都具有忠义勇敢的个性，行事不拘一格，经常做些打破常规的事情，具有敏锐的头脑，能抓住时机机遇，成就他人想不到的事业。三、天喜纹是手掌中的事业线，自手掌下方向中指延伸的纹路称为事业线，又叫玉柱纹、命运线、天喜纹等等。大部分的手掌中都有事业线，而且随着年龄、际遇的不同，纹路会有所改变。我们可以从事业线的形态分析人的事业走向，但有事业线的人不一定就会做大事业，没有事业线的人就一定没有事业可言。事业线若是明显，从底部直线向上升，纹路也完整，那么表示其人生活富裕，家世不错，能得到父母的协助，而奠定良好的基础，属于继承家业或是开创事业的人。而如果事业线是断断续续的，表示工作较有挫折，没有那么平顺，必须依靠后天来培养，线条自然就会改变，或是有副线延伸向上。二、土星环。一、什么是土星环？所谓的土星环，就是在中指根部的下面有半弧形的圆环纹，环纹较短，围绕着中指，因位置在土星丘，所以称为土星环。有此线的人通常缺乏生活情趣，容易有偏见，心境常忧郁，甚至有自杀倾向。二、长有土星环的人性格阴沉孤僻。土星环是一条不吉的掌纹，寓意禁锢、约束、困难、障碍、挫折等，预示人容易被环境约束，不能发挥自己的能力。常有土星环的人虽然智商过人，但是个性非常阴沉孤僻残忍，而且自私自利，沉默寡言，脾气怪异，喜欢沉思幻想，但缺乏贯彻研究及实践精神，大多言行不一，说的比做的多，难有切实的成就。这一类人平时不太喜欢与人交往，因而常得不到别人帮助，生活不顺遂。从身体方面来看，长有土星环的人容易肝气不舒，肝火大，心情常郁闷，眼睛有屈光不正的现象，易患眼疾，容易近视。如果出现此纹且智慧线不长，其人的性格会更加怪异孤僻。三、土星环的几种形态。一、土星环纹路深且明显，表示此人智力过人，但沉默寡言，对于任何事皆不愿发表出自己的意见，其理想虽高，但是缺乏一贯的精神，至常不能实现理想，或表示此人刚愎自用，而且不听朋友的规劝，以致知心朋友少，亲人亦不愿与他接近，而使自己一错再错。一般罪犯及自杀的人，他们的手上通常会有土星环。二、土星环细浅而不明显，表示此人性情孤僻，喜欢独居，不喜欢接受他人的好意，
婚姻难遂心愿，但因为纹路比较浅，所以极端的个性要比深且明显者轻一些，因此尚不至于会做出犯罪或自杀之事。3. 土星环身断或破损。土星环一切坏的意义及程度可减轻许多，若此时又配合着有优良的智慧线，且拇指直硬，则更表示其人性格会多少有点孤僻，但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产生。4. 土星环呈交叉状，如果智慧线生得不好，且拇指亦不够坚挺，则表示此人刚愎自用，性情悲观、孤僻，经不起大的挫折，做事每多失败，人际关系不佳，易得罪人，有遭意外而死或自杀的倾向。4. 长有土星环的人如何化解？土星环虽是一条不吉的掌纹，但好在有长土星环的人很少，有清晰完整土星环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即使长了土星环也不要紧张，只要平时多加强自身的修养，尽量开阔自己的心胸，保持乐观的心情，走出内心的世界，多与人交往，遇事不要钻牛角尖，多换位思考，多包容和忍让，真正从性格上改变自己，土星环会越来越淡，直至消失。需要注意的是，凡手掌中主吉象的纹路，一旦有杂纹冲破、断或者歪斜的现象，就说明吉象被折损，好的说法就要打折扣来论断。没有吉祥纹路的人也不用太难过，事业能不能有成，运势是吉是凶，除了有自身命运因素以外，也与自己的性格和做事方式有关。如能时时自省，查找自身不足，努力加以修正和弥补，多做善事，自身的福分积累多了，命运也会向好的方面转变的。运势这个东西非常奇妙，有些人年轻时候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吃了许多苦，但到了中年时期，运势慢慢好转，不仅工作变顺利了，生活也顺心了，财运也会出现明显的提升，各方面都呈现好的方向发展。下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越老越有钱的手相都有什么特点。1. 越老越有钱的手相特点。1. 掌心有凹陷。不知道大家在平时有没有观察过人的手，有些人的手掌心的位置会出现明显的凹陷，这样的人一生都被好运相伴，属于天生就自带财运的一类人，不管做什么事都能够成功，不管从事什么行业都能够赚到大钱。当别人都感到很吃力的时候，拥有这种手相的人表示这是非常轻松的事情，不仅不会遇到阻碍，反而还会得到贵人的相助，求财的道路上一帆风顺，年纪轻轻就积攒了大量财富，成为大家羡慕的有钱人。2. 事业线由浅变深。手掌中有一条事业线，这条事业线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事业能力以及在工作方面的成就。如果一个人手相中的事业线由浅变深，说明这类人属于越老越有钱的类型，年少时期可能在求财方面遭遇许多坎坷，但会在一次次的失败中吸取教训，积累经验，一旦遇到合适的机会，将会展现出自身的爆发力，在事业方面取得耀眼的成就。这类人在事业或者求财方面属于越战越勇的类型，遇到困难丝毫不会退缩，更不会轻易被打败，凭借一股韧劲，将来可以掌握大量财富。3. 手心有2条玉柱纹。手心有2条玉柱纹的人是不平凡的人，这类人的命运非常好，不过年少时期非常的傲气，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喜欢提前做好规划，因此往往只能以失败而收场。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面对毫无目标的生活，会开始感到无聊和厌烦，慢慢懂得努力生活的意义，一朝醒悟，将会为自己制定一个目标，并且朝着这个目标而努力，最后成为大家眼中大器晚成的类型。这类人的财运基本上集中在中老年阶段，年轻时候不会受到财运照顾，怎么努力都无法赚到理想的财富，而到了中年时期，财运变好，生活中处处透着赚钱的机会，稍作努力就能把握住这些机会，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4. 生命线分叉到手腕。有些人的手掌生命线出现了分叉，
而这个分叉一直延伸到手腕部位。手相学中认为这类人属于天生富贵，而且还是越老越有钱的类型。随着年龄的增长，赚钱的动力越发强烈，手上会有大量财富，而且这类人天生很懂理财，懂得支配钱财。儿女们不会经历争家产而大打出手的局面，生活幸福，钱财富足，而且子女之间和谐又孝顺，这种生活会是其他有钱人所羡慕不及的。总之，手上生命线分叉到手腕的人，不仅被财富眷顾，还被好运格外照顾，一生都生活在幸福的生活氛围中。5. 手腕线成功型。手腕线第一条成功型，不论男女，多有生殖系统的疾病，恐有生育或流产的困扰。3条手腕线都是弓形，不能生育的几率提高，请记得在生育前去看医生，及早调养，有病治病，不然提供胎儿良好的受孕环境也是好的。6. 手腕线呈链状，这是肠胃器官不佳的讯号。如果同时不见第2、3条手腕线，则身体更虚，同时也主一生劳碌，非常努力才能有收获。工作辛苦和身体差的关系，可谓积劳成疾的互为因果。7. 手腕线支线流入掌内。手腕线第1条和生育能力有关，手腕线支线流入掌中，如图示，不论男女，均表示生殖系统不佳，不利子女。古有云，一支线损失一胎儿。现在医学发达，可透过许多方式给宝宝安全的生长环境，不过你需审慎处理生育能力较弱的问题。8. 手腕线位于手掌下，女子有此纹者，易有妇女病，生产时需注意血崩的发生，小孩易流产或是夭折，男子则有精虫稀少，难受孕的困扰。9. 手腕线有断裂斑点，许多人手腕线有断裂状况，这是身体衰弱并有暗疾的表示，特别要注意运动和良好生活习惯的维持，尤其在年纪渐长后，关于定期健康检查，该做的不可以偷懒哦。10. 手腕线在手腕动脉处纹路呈交叉状，女人容易有月事方面的问题，受孕较为困难，即使怀孕也容易小产。男子容易有败肾问题，精气神差，关节及脊椎骨及膝盖容易有无力寒冷的情况，需注重休息养生，容易有关节炎方面的问题。2. 手腕线有几条的含义是什么意思？一条手腕线，如果一个人的手腕上只有一条手腕线，则说明这是不完整的手腕线，寓意着此人在未来缺少亲友缘分，可能会一生劳苦孤独，很难拥有更多的财富。所以当我们发现这种手腕线存在的时候，就要及时调整自己命中的运势，增加自身的财运。2. 2条手腕线，如果一个人的手腕上是2条手腕线，则说明您的命运跌宕起伏，时不时的就会出现坎坷灾劫，而且命中的财运和事业运也不是很好，很难遇到发财的机会，在事业上也难以得到长足发展，需要及时的对自己的命运进行改写，如此才能够保证您未来的命运会更好。3条手腕线，如果一个人的手腕线是3条手腕线，则说明这是一种非常完美的手相，预示着您在未来的身体健康状况会非常好，而且受孕也会非常漫长，在财运方面也会得到很大的发展，一生的福气非常好，未来会成为一个福禄寿双全的人。但在生活中还是要提防小人。4. 手腕线有4条，在相学中，若是一个人的手腕线的位置有4条，看起来非常的明显，则这样的人天生的福气相，不但早年的运势发展不错，后天自己也是比较肯努力上进之人，在事业上的成就比较高，个个都是富贵命，赚取的钱财利益比较多，日后自己的生活也会越老越富有，好生活也能够拥有一番伟大的成就，属于大器晚成之相。40岁之后开始转运。5. 手腕线4条以上，
如果一个人的手腕线在4条以上，比如5条，则是一种大吉大利的手相，预示着您在事业、感情和求财等方面会有很大的收获，最终不但会找到一个如意的命定伴侣，还会拥有一份极佳的好工作，时不时的就会升职加薪。3. 手腕线的形态，手腕线深刻、清晰、没有间断的人，表示其人精神充沛，身体健康；若线纹有断、缺、倒纹或切入一些横纹、杂纹者，其人之精神则见不足，体质不佳，也可能会有小病频出之现象。手腕线第一线呈链状，而其他2线优良，表示此人年轻时不够乐观，甚为劳碌，最后必将获得成功。只在靠近小指侧的手腕线为链形，表示年轻时劳碌，许多事总是要历经波折才能有收获，但在40几岁后，生活逐渐好转，得以过较顺心的平稳生活。链形愈短，好生活来得愈早。手腕线上多直纹，表示此人必能获得名誉与地位，一生享得显耀的名声。若其上直纹不直而呈现斜乱者，则表示此人虽能在名誉地位上获得成就，不过很有可能是不正当途径获得的。4. 手腕线上出现辅助线。1. 手腕线上有十字纹，作为吉祥象征的纹理之一。十字纹若是出现在手腕线上的话，预示着其人在年轻时期有着较为艰苦的生活，但是到了中年之后便能够迎来稳定和富贵。特别是那些手中感情线外形出色的人，更是可以在结婚后获得出色的事业发展，从而依靠努力工作为自己赚取财富。2. 手腕线上有星纹，和十字纹一样，星纹也是手相中比较常见的吉兆纹理之一，而且星纹的存在代表着意外之喜，特别是出现在手腕线或者是事业线上，意味着命主能够在工作中获得横财。他们的财运虽然变化较大，但是却总是能够在关键时刻有所收获。此外，这类人的理财投资能力同样也很出色，可以通过正确的投资为自己增加收入。3. 手腕线上有三角纹，大部分人的手腕处有1条手腕线，如果有3条手腕线，只要其中任何1条手腕线上有其他纹路形成的像三角形一样的纹路，如下图，这种人必定会大富大贵，能够从自己的祖上和父辈得到大量的家产，并且这种类型的人天资聪颖，拥有奇才奇智，自己创业或者从政都能取得非凡的成就，自然会钱财满仓，富贵无人能比。4. 手腕线上有竖纹，这是指手腕线上存在短小的竖纹，直直地插在手腕线上。这种线纹对于命主运势的影响同样很大。如果其存在的位置靠近手腕线的中央部位的话，说明其人在中年阶段有着不俗的事业运。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线纹的长度也会影响命主的财富收入，一般来说是越长越好。手中有1线，才显富贵线。1线指什么线？可信吗？相术作为一种特殊传统文化，已经有着数千年历史了。老祖宗把一些相术以俗语的形式传播开来，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知道，俗语是老祖宗生活经验的总结，又经过了数代人的传承，才流传了下来。这些俗语在过去对人们的生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俗语不仅浅显易懂，而且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俗话说，手中有1线，才显富贵线。这1线指的是什么线呢？老祖宗的流传下来的相人术到底准不准呢？1线指的是人手掌上的一道掌纹。命理手相学认为，人的手掌纹路中包含3大主线，分别是天纹、地纹、人纹3线。一人纹线，它有一个众人皆知的西方名字，叫做智慧线。它位于手掌中央，起于食指第3指关节腔的边缘，向小鱼际呈抛物线延伸，伸向中指、无名指或小指下方。
二天文线也有一个众人皆知的西方名字，叫做感情线，又称爱情线。人文线起于手掌的尾指基部的侧面，横伸向食指下方的木星丘部与中指下方的土星丘之间，以稍微呈弧线形、抛物状的向前延伸，最为标准。其线末端在中指下方或食指下方。三地纹线，它的众人皆知的名字叫做生命线。地纹线起于食指指根线与拇指根线中点。阴阳学中地纹线还是震位和巽位的分界线。地纹线包绕了整个大鱼际，呈圆弧形抛物线延伸向腕横纹处。当手掌纹路中没有地纹，也就是没有感情线时，人纹从手掌的一端延伸至另一端，宛如一道伤疤，把手掌分为上下两段。手相学家把这种掌纹称作断掌纹。其实感情线并不是没有，而是和智慧线重合了。如果没有重合，则称为假断掌。手中有一线中说的一线，便是指断掌纹。古人认为，拥有断掌的人热情又冷淡，善于与人交往，而且主观意识较强，有自己的主见，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突出，爱恨分明且有责任感，对目标比较执着。这样的人可以做成大事。不过，断掌纹对男女又有不同的解释。如果男子拥有断掌纹，则被认为是创造财富的能力强，有上进心、责任心，不达目的不罢休。如果女子拥有断掌纹，则代表命硬、独立性强，性格倔强。俗话说，男儿断掌千斤两，女子断掌过房养，说的便是这个意思。手掌是人身体最活跃的部分，一些生活习惯或者职业习惯都能通过手掌反映出来。比如，农民由于长期从事高难度的劳动，手上的指纹已经磨平，并且长出了厚厚的茧子，所以掌纹比较模糊。白领手掌的指纹比较清晰，纹路较深。钢琴家手掌的掌纹比较混乱，这和后天职业习惯有关。手掌的纹路不仅受先天因素的影响，也受后天环境的影响，所以单凭掌纹来判断一个人的未来，并没有科学依据。相反，迷信思想的成分反而更大一些。老祖宗的相人术也是流传了数千年的文化，在过去那个科学文化水平有限的年代，难免会产生一些迷信的思想。比如一斗穷、二斗富、三斗四斗卖豆腐，男子断掌做相公，女子断掌守空房等等。这些迷信的相人术虽然流传至今，但是他们只能被当作茶余饭后的娱乐谈资了。俗语作为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文化财富，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而是认真分析和总结，把其中的优良传统文化传承下去，我们的生活才会更加美好。第二，女人手掌通天纹命好吗？手纹会影响我们的人生道路迈向，夫子眼和通天纹全是掌纹的一种。在其中，夫子眼指的是拇指的手纹，通天纹则是以月秋道中拇指的曲线图纹。女性手掌心上出现夫子眼和通天纹意味着啥意思？带住疑惑一起来看看手相算命怎么讲。一、通天纹掌纹。说到通天纹，常有那么一个见解，手里有通天纹的人能够封界。实际上，通天纹又叫穿前线，是手硬起来通道中拇指的一花纹。有这样纹的人，一生不急需用钱。一般有通天纹的人，两手都是有，其八字必是天乙贵人星，还会继续给他人产生好运气、财气。具备通天纹的人，许多是非富即贵的优秀人才，许多成功者常有通天纹。通天纹大部分是先天性就会有的，后天性产生的非常少见。听说先天性就会有通天纹的人，尤其是两手常有通天纹的人，由于上辈子的福报、公益慈善，铸就了此生的荣华富贵和好运气。另外也会伴随着时间，
福寿才慢慢提升。这类人发展前途无量，终生财富许多，工作方面大有可为，一辈子钱财持续，年龄越大就越颇具。左手和右手的通天纹各自含有不一样的实际意义。2. 夫子眼掌纹，从古到今一直有夫子眼者，必然是文曲星下凡，再不济的也是能舞文弄墨、文采出众的佳人才子的叫法。一些平常人也可根据后天性的勤奋，越来越很聪慧。这样的人，即便右手没有夫子眼，在意味着后天性的左手上也是夫子眼。此外，夫子眼显著、详细的人，体质好，幼时家世富有，成年人后能有一番工作。夫子眼的纹理浓淡不一且有中断的人，判断能力与自控能力基础薄弱。夫子眼的纹理参差不齐或破裂的人，健康状况较差，且易衰老，年轻时便需好好的维护保养。在手相学上，夫子眼和通天纹全是好意头的手纹，日常生活是非常少见的。假如一个人另外有2种手纹，必然是大富大贵的八字命局。第3，女人左手纹代表什么？看手纹的2大定律，左右手的在手相里代表意义为左先天，右后天。所谓左手先天，右手后天，比较白话的就是说，右手的影响比重较高，左手影响力较小。智能限制又称脑纹，是长相中最重要的一纹。中国手相中此纹代表自己，又称人纹。起点与生命线同，向小指方向走，至无名指与小指指缝间停，太短不够聪明，太长则精明过度，亦不好。女人左手手掌纹解析：女人左手手掌纹分为十字纹、星纹、岛纹，其中手掌上2条短短的纹路交叉而成的，其吉凶意义根据所在的手掌部位而有所不同。因此，左手断掌是个好手相，这是相对于女人来说。财运纹，财运纹讲的就是财运，这条线也不是每个人都会拥有的。财运线一般位于无名指下方直接向上生长的竖线纹路。如果你的手上有这条线，代表着你具有经商致富的能力。智慧线长度适中，往往预示着此人有很好的进取心。而如果有多条支线，则说明能力强，待在家的可能性不太大。如果智慧线尾部上翘，那说明很懂得把握机会，有很强的金钱欲望。女人左手手相图解看手相，一般女人在30岁以前以右手为主，在30岁以后则为左手为主。另外，在结婚后如果看左手，则反映的是丈夫的运气。据了解，一般在监狱中的女子，她们的牢狱纹均显示在左手。经历长时间的总结凝练，已经非常成熟了。左手代表老公运势看手相，一般女人在30岁以前以右手为主，在30岁以后则为左手为主。另外，在结婚后如果看左手，则反映的是丈夫的运气。婚后丈夫的运气也能在女人左手中有所体现。第4，女人左手手相代表啥？左手感情线代表自己，原因是男性主要受父亲的遗传，所以以左手为主导，而女性则受母亲的遗传，所以右手代表女性。这是因为传统认为左方代表父亲和男性，而右方代表女性和母亲。其实这是不确切的论点。女人左手手相各种解析看手相，一般女人在30岁以前以右手为主，在30岁以后则为左手为主。另外，在结婚后如果看左手，则反映的是丈夫的运气。一个人的手的线条可以显示一个人的许多特征和财富，在民间一直有男左女右这样的说法，而又有一句话说，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我们可以通过手掌上的纹路，比如线条的形状、长短、粗细等等来进行判断。
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手相有子特征的人一生好命又有钱。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虽然很多人不相信，认为自己的命运把握在自己的手里，但其实你的命运确实把握在你的手里，不过是在你的手相里。因为你的手相暗藏了天机，有着预示着你命运吉凶、富贵贫贱的信息，所以你是否富贵与你的手相也是相关的呢？那么在手相中，哪些特征属于好命有钱的手相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一、掌纹深刻且清晰。手相的纹路通常能够表现出一个人的天资、性格、事业财运、走势和个人命运发展。手掌纹路多，代表的符号和信息也多。掌纹杂多混乱，预示此人一生运势多变动奔波。掌纹清晰的人大多精明，做事有章法，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规划。如果掌纹纹路深刻且清晰，通常有比较理想的财运，事业发展得很顺利，能够取得很不错的成就。二、手财纹深长。在手掌感情线的上端有一条平行于感情线的纹，就是手财纹。此纹最易判断人一生的财富多少，能够发财或者守财。手财纹长代表入财多，守的财也多；手财纹短则代表入财少或者不易守财。手财纹深长的人通常是有很好的理财能力，会挣钱也会守钱，知道如何管理钱财，也是富贵的手相之一。三、手如干姜，家道必昌。手如干姜主要是说手的握力，因为干姜的阳气最重，而握力靠的是肝的阳气。如果肝功能旺盛，那么这样的人一般具有强盛的生命力。有这种手相的人一般做事能力强，具有勇气、谋略，敢闯敢拼，富有冒险精神，敢为天下先，有不畏艰难的韧性。这样的人一定能够事业成功，取得非凡成就。四、手掌肉厚、柔软有弹性。以掌面为中心，通过上面的纹路走向、分支符号和掌面上下左中右的位置，能够看出一个人的天赋性格、后天成就、父母子女、婚姻情况以及个人的命运趋势。手掌红润表示此人血气足、元气充盈、身体康健。受主阴主腹，手掌厚而富弹性，富光滑柔软，代表此人性情宽厚慈善，福泽深厚，福禄天成。有此手相的人是天生的富贵命，一生财运顺利，免于奔波操劳，晚年安逸。五、多财富纹。在大拇指第二节纹与掌纹交界所形成的交叉纹，或一些斜纹形成的三角纹、菱形纹、钻石纹或者类钻石纹，可通称为财富纹。财富纹以见方格纹和菱形纹为最佳，不论横纹或者直纹，纹越多表示钱财积累越多，代表此人一生命中有发大财的潜力，而且这种人都很懂理财，能靠自己的勤奋积累丰厚的财富。六、财运线深且清晰。财运线又名水星线，是出于水星丘小指根部的短竖线，是一条表示个人金钱运的重要线。财运线最好是如针一般的挺直，且没有其他的障碍线。如果一个人的手掌上财运线有几条，而且纹路非常的深且清晰，这样的人大多可能会财运亨通，财运顺利，身边也会多几个贵人相助，容易会大富大贵。七、掌心凹陷，能聚财积福。如果把手掌比作聚宝盆，那么掌心就是聚宝盆的盆底。掌心的深浅能看出此人一生的财富积累程度。掌心凹陷的人能够聚财聚福，有这种手相的人也是天生的富贵命，是最容易发达的。年少家底丰厚，自己的理财能力很强，年轻时有顺利稳定的事业财运，能积累下丰厚的财富，晚年幸福安逸。八、多财帛纹。
财帛纹也称为钱财纹，是指在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方的短小斜线。财帛纹寓意着金钱财物，这些纹线能体现一个人的福禄、财运、运势。如果这些线比较深且多的话，代表着此人财运旺盛，能够享荣华富贵。有这种手相的人，通过偏财获得丰厚的财富收入，生财有道。9. 五指长短有序，中指稍长。从手相学来看，五指代表着一个人的父母、成就、配偶和子女。五指修长，长短有序，间隙合一的人，各方面各有所得，福泽绵长。有此手相的人，天资聪颖，少时能得家人庇佑，衣食丰足。青年夫妻恩爱，子女缘深厚，一生运势平稳。其中中指稍长的人，说明此人善于算计，做事情缜密有条理，能挣钱理财，往往追求财富和权力，对自己的要求严格，也很容易大富大贵。10. 食指有3约纹。一般人在食指上面有一条横纹，叫做指节纹。如果有3条指节纹的话，叫做3约纹。这种人一生不缺钱财，财富往往都是由姻缘带来的。如果是女性的话，有很大的机会嫁入富贵人家，受夫家福荫，物质生活会有很好的享受，衣食丰足。男性的话，也能够取得有钱娇妻。总而言之，是大富大贵的手相之一。11. 太阳丘丰满高隆。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代表着一个人的财富、才能和生命等等。如果手掌中太阳丘丰满高隆，颜色明润，说明此人具有很强的经商理财能力，在青年时期就能够获得自己的事业成功。另外，有这种手相的人，大多性情温和、正派乐观，个性明朗，有较高的素养，通常有很好的人缘，晚年能得比较高的社会声誉和地位，衣食丰足，家庭幸福美满，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12. 木星丘饱满。木星丘位于食指下方，代表人的意志、欲望、地位和权力等等，主要反映一个人的信心与权力欲望和物质欲望，同时还反映一个人的进取精神与好胜心的强弱。木星丘饱满明润而富有弹性的人，大多热衷名利，自负骄傲，充满雄心斗志，对权力和财富有强烈的欲望，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在财富地位上取得出色的成就，往往有成为富豪的潜质。若为女性，也会是女强人的性格。以上有此手相特征的人，一生好命又有钱，真的是令人羡慕。而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好的运气。那么在手相中，什么特征影响了自己的财运呢？接着往下看。1. 指缝过宽。在相学中，手是长财聚财的地方，若是一个人的手指缝比较的宽，则这样的人多半花钱总是大手大脚，也聚不住财，从而导致自己钱财流失。缝隙越大，则这样的人破财的现象也会越大，属于典型的破财相，赚不了大钱，日子也会过得非常的艰难，花钱大手大脚，把钱财都给败坏光了。2. 食指弯曲。一般长时间工作的人会导致食指弯曲，多半干的都是苦力活，需要常见用手劳动。如果一个人食指是紧贴着中指，则说明这个人的守财能力很好。相反的，食指向外弯曲则是破财的特征，说明这个人只能是任劳任怨的工作，注定要过穷苦的日子。3. 漏财纹。看漏财纹的区域主要是在食指与中指的连接处，如果下面有掌纹直达这里，一直到两指的间隙之处，这就是手相书中所说的漏财纹。大体有3种情况，一种是从事业线上直接而来的，另一种是从感情线上过来的，还有就是单独产生的。漏财纹已经明确地告诉了你是一个藏不住钱的人，不能聚财。4. 生命线断断续续。生命线断断续续的人，在金钱上容易跟人纠缠不清，与人相处会出现问题，建议用一些吊坠来增强人际和谐，不然可能会有破财消灾的事情发生。现实生活中没有自信，处事态度不够端正，体力不好，生命力不强，有贵人相助，但是本身运势很弱，生活单调无奇，没有生活情趣可言，耐心不足，自卑消极，中年起身体逐渐出现问题，会花费一大笔钱在于健康上面，
生殖能力弱，子嗣较少。这种手相的人会一夜暴富，很灵验，中大奖的人就有这种手相。对于横财来说，我们都是比较喜欢的，也唯有横财才能让我们显得更为富贵一些。因此很多人都在考虑自己是不是能够拥有横财。那么在面相学中，什么手相人容易发横财？下面就跟着我一起来看看吧。1. 成功线的末端有纹，在成功线的末端有一个纹，这并不常见，因为首先你必须要一条成功线，一条长而清晰的成功线，它代表着轻松的地位和名声，在你的行业中非常出色。如果末端还有另一个星纹，它的成功可以维持很长时间而不会失位，而且很容易有意外之财。2. 手掌中出现直觉线，假如手掌中出现直觉线，表示其人天生比常人灵敏，有很强的预感，通常会在一些投机生意中突然灵光一现，赚来大笔财富，例如购得大奖奖券，或是赌博时每猜必中，从而赢一大笔钱。不过这类人一旦赚取横财之后，会因此而上瘾，不知适时收手，很有可能又将大笔财富输个精光。3. 智慧线末端有向上的分叉，有这种手相的人具有理性思维，对于那些没有成功概率的事情，基本上绝不参与。其人对金钱既眷恋又敏锐，懂得如何将钱发挥到最大效用，再配合着合理的推理和赌博的强运，常常不知不觉就能赚大钱。不过此类人通常很节俭，经常会被人认为很小气。4. 智慧线无分支，发横财的人手掌智慧线无分支，他们有着聪明的头脑，在面对困难时可以想出最好的解决方案，并且能巧妙地把眼前的困难化解过去，这也使他们的生活一路畅通无阻。在他们迎接更好的未来时，也会有一笔从天而降的财富落到他们的面前，这笔横财是他们命中注定会发生的。5. 手中拥有断掌线纹，也就是所谓的断掌手相。这一手相的特点在于手中感情线和智慧线合二为一，形成一条贯穿整个手掌的粗长线纹。从外形来看，就好像是将整个手掌一分为二一般，故而被称之为断掌。拥有这种手相的人，一般来说感情运势较为糟糕，但事业运和财运会非常出色。他们有着相当强硬的性格，以及功利的工作和生活态度，无时无刻都在思考和自己的事业有关的事情，非常渴望在工作上证明自己的能力。这类人即使选择一些高风险的投资项目，也是有着很高的投资成功率，所以说容易获得横财。6. 手中拥有不动产线，这是位于事业线和太阳线中间的一条短小横线，拥有这种线纹的人并不多，而且好的不动产线应该是同时和太阳线以及事业线相连接，也正因为如此，即这条线纹才能够体现出命主在生活中有着出色的偏财运。这类人能够从父母、长辈那里获得财富，或者是不动产，也就是房屋、房产，从而不用为了未来的生活而拼搏。简单来说，就是这种线纹意味着其人出身富贵，天生就有横财。7. 手中智慧线上存在分叉，拥有这种特殊的智慧线，意味着其人的性格非常理性，有着极为理智的思维，从来不会在工作中做出一些成功率较低的选择。而在理财方面，其人有着非常敏锐的嗅觉，他们总是能够发现最好的赚钱机会，并且这类人在理财过程中不会犯下错误，从而使得自己总是能够获得收入，而不会损失金钱。往往一次投资就能够赚得巨额财富，所以说是天生能够获得横财的手相特征。8. 手上有赌运纹，赌运纹是位于无名指上的第1节指腹上的直纹，有可能是一条，也有可能是几条。
如果手上有纹，意味着横财运旺盛，运气非常好。有这种手相特点的人，只要是参与带有赌的事情，一般都是赢多赔少，好运常伴。不过凡事过犹不及，也要学会适可而止，不可太过沉迷其中，否则得不偿失。9. 手颈线清晰有星纹。看一个人的横财运好不好，还可以观察其手颈线，也就是手腕上的纹路。一般人的手腕线有3条，如果一个人的手腕线上出现了1条星纹，并且第1、2条纹路清晰明朗，那么表示这样的人横财运很好，必获其财或是意外之钱，甚至可以一夜暴富，这是常见的横财纹手相之一。10. 理财纹多又长。理财纹主要位于我们小指和无名指之间下方的位置，通常是斜纹。此部位的纹路与一个人的财富相关，也关系着一个人的横财运。从这个纹路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横财运情况。依据手相学的说法，若是一个人的财富线很多且深长，这样手相的人横财运也会很好，没什么大困难。11. 头脑纹。头脑纹的支线其末尖端指向小指下或达到根部，即水星丘，表示会受水星丘掌管天赋之影响，不管在实业或其他方面都能赚大钱，即使受薪阶级也能在薪水以外有收入，可说头脑灵活，很会把握机会赚钱的人。12. 五指长短有序，中指稍长。从手相学来看，五指代表一个人的父母、成就、配偶和子女。五指修长、长短有序、间隙合宜的人，各方面各有所得，福泽绵长。有此手相的人天资聪颖，少时能得家人庇佑，衣食丰足。青年夫妻恩爱，子女缘深厚，一生运势平稳。其中中指稍长的人，说明此人善于计算，做事情缜密有条理，能挣钱理财，往往追求财富和权力，对自己的要求严格，也很容易大富大贵。13. 食指有3约纹。一般人在食指上面有1条横纹，叫做指节纹。如果有3条指节纹的话，叫做3约纹。这种人一生中不缺钱财，财富往往都是由姻缘带来的。如果是女性的话，有很大的机会嫁入富贵人家，受夫家福荫，物质生活会有很好的享受，衣食丰足。男性的话，也能娶得有钱娇妻。总而言之，是大富大贵的手相之一。14. 太阳丘丰满高隆。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代表着一个人的财富、才能与声名等。如果手掌中太阳丘丰满高隆，颜色明润，说明此人具有很强的经商、理财能力，在青年时期就能获得自己的事业成功。另外，有这种手相的人，大多性情温厚、正派乐观，个性明朗，有较高的素养，通常有很好的人缘，晚年能赢得比较高的社会声望和地位，衣食丰足，家庭幸福美满，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15. 木星丘饱满。木星丘位于食指下方，代表人的意志、欲望、地位和权力等，主要反映一个人的信心与权力欲望和物质欲望，同时还反映一个人的进取精神与好胜心的强弱。木星丘饱满明润而富有弹性的人，大多热衷名利，自负骄傲，充满雄心斗志，对权力和财富有强烈的欲望，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在财富地位上取得出色的成就，往往有成为富豪的潜质。若为女性，也会是女强人的性格。16. 手掌肉厚柔软有弹性，以掌面为中心，通过上面的纹路走向、分支符号和掌面上下左中右的部位，能看出一个人的天赋性格、后天成就、父母子女、婚姻情况以及个人的命运趋势。手掌红润表示此人血气足，元气充盈，身体康健。肉主阴主腹，
手掌厚而富弹性，肤光滑柔软，代表此人性情宽厚慈善，福泽深厚，福禄天成。有此手相的人是天生的富贵命，一生财运顺利，免于奔波操劳，晚年安逸。发横财是每个人心中所想的事情，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发横财的命。如果你拥有上面所说的10种发横财的手相，那么你就离发财不远了。超富贵的手相，手如干姜，家道必昌。个人是否能大富大贵，可以从面相得出，也可以从手相得知。那么快跟着我一起来看看本期的手相图解吧，带你深入了解最富贵的12种手相特征。你是否有土豪潜质呢？一、掌纹深刻且清晰，手相的纹路通常能表现出一个人的天资、性格、事业财运走势和个人命运发展。手掌纹路多，代表的符号和信息也多，掌纹杂多混乱，寓意此人一生运势多变动、奔波。掌纹清晰的人大多精明，做事情有章法，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规划。如果掌纹纹路深刻且清晰，通常有比较理想的财运，事业发展得很顺利，能取得很不错的成就。二、手财纹深长，在手掌感情线的上端，有一条平行于感情线的纹，就是手财纹。此纹最易判断人一生的财富多少，能否发财或守财。手财纹长代表入财多，守的财也多；手财纹短则代表入财少或不易守财。手财纹深长的人通常是有很好的理财能力，会挣钱也会守财，知道如何管理钱财，也是富贵的手相之一。三、手如干姜，家道必昌。手如干姜主要是说手的握力，因为干姜的阳气最重，而握力靠的是肝的阳气。如果肝功能旺盛，那么这样的人一般具有强盛的生命力。有这种手相的人一般做事能力强，具有勇气、谋略，敢闯敢拼，富有冒险精神，敢为天下先，有不畏艰难的韧性。这样的人一定能事业成功，取得非凡成就。四、手掌肉厚、柔软有弹性，以掌面为中心，通过上面的纹路走向、分支符号和掌面上下左中右的部位，能看出一个人的天赋、性格、后天成就、父母子女、婚姻情况以及个人的命运趋势。手掌红润表示此人血气足，元气充盈，身体康健。肉主阴，主腹，手掌厚而富弹性，肤光滑柔软，代表此人性情宽厚慈善，福泽深厚，福禄天成。有此手相的人是天生的富贵命，一生财运顺利，免于奔波操劳，晚年安逸。五、多财富纹，在大拇指第2节纹与掌纹交界所形成的交叉纹，或一些斜纹形成的三角纹、菱形纹、钻石纹或类钻石纹，均可统称为财富纹。财富纹以见方格纹或菱形纹为最佳，不论横纹或直纹，纹越多表示钱财累积越多，代表此人一生命中有发大财的潜力，而且这种人都很懂得理财，能靠自己的勤奋积累丰厚的财富。六、财运线深且清晰，财运线又名水星线，是出于水星丘小指根部的短竖线，是一条表示个人金钱运的重要线。财运线最好的是如针一般挺直，且没有其他障碍线。如果一个人的手掌上的财运线有几条，而且纹路非常深且清晰，这样的人大多可能会财运亨通，财运顺利，身边也会有多个贵人相助，容易会大富大贵。七、掌心凹陷，能聚财积福。如果把手掌比作的聚宝盆，那么掌心就是聚宝盆的盆底，掌心的深浅能看出此人一生的财富积累程度。掌心凹陷的人能聚财聚福，有这种手相的人也是天生的富贵命，是最容易发达的。年少家底丰厚，自己的理财能力也很强，
年轻时有顺利稳定的事业、财运，能积累下丰厚的财富，晚年幸福安逸。8、多财帛纹。财帛纹也称为钱财纹，是指在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方的短小斜线。财帛纹寓意着金钱财物，这些纹线能体现一个人的福禄财运运势。如果这些线比较深且多的话，代表着此人财运旺盛，能享富贵荣华。有这种手相的人，通过偏财获得丰厚的财富收入，生财有道。9、五指长短有序，中指稍长。从手相学来看，五指代表一个人的父母、成就、配偶和子女。五指修长、长短有序、间隙合宜的人，各方面各有所得，福泽绵长。有此手相的人天资聪颖，少时能得家人庇佑，衣食丰足，青年夫妻恩爱，子女缘深厚，一生运势平稳。其中中指稍长的人，说明此人善于计算，做事情缜密有条理，能挣钱理财，往往追求财富和权力，对自己的要求严格，也很容易大富大贵。10、食指有3约纹。一般人在食指上面有一条横纹叫做指节纹，如果有3条指节纹的话，叫做3约纹。这种人一生中不缺钱财，财富往往都是由姻缘带来的。如果是女性的话，有很大的机会嫁入富贵人家，受夫家福荫，物质生活会有很好的享受，衣食丰足。男性的话，也能娶得有钱娇妻。总而言之，是大富大贵的手相之一。11、太阳丘丰满高隆。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代表着一个人的财富、才能与声名等。如果手掌中太阳丘丰满高隆，颜色明润，说明此人具有很强的经商、理财能力，在青年时期就能获得自己的事业成功。另外，有这种手相的人，大多性情温厚、正派乐观，个性明朗，有较高的素养，通常有很好的人缘，晚年能赢得比较高的社会声望和地位，衣食丰足，家庭幸福美满，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12、木星丘饱满。木星丘位于食指下方，代表人的意志、欲望、地位和权力等，主要反映一个人的信心与权力欲望和物质欲望，同时还反映一个人的进取精神与好胜心的强弱。木星丘饱满明润而富有弹性的人，大多热衷名利，自负骄傲，充满雄心斗志，对权力和财富有强烈的欲望，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在财富地位上取得出色的成就，往往有成为富豪的潜质。若为女性，也会是女强人的性格。第二，生命线断裂会对运势和自身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一、生命线若是出现中断，则长辈缘分较浅，健康运势欠佳，在中年期易逢险恶及病灾，如间隔过大，则病情往往拖延。倘若生命线无缘无故地在中途断开，之后再继续延伸，这便会在某一段时间有意外发生。二、生命线中断，而在旁又有一小线并行，则表示人生虽然遭灾，却也都能化险为夷，倘若患病，也能渐渐得到康复痊愈。三、如果断线处刚好有个小方格，连接了断线之处，这也是能够逢凶化吉的象征。四、如果掌中有一项火星线自第一火星丘伸展下来，也是能够弥补生命线中断之害处的，因为生有这条火星线的人，生命力很强。一般来说，如有任何意外事件，也不会伤及其生命。五、生命线如果中断，表示有意外造成生命危险。若是左手中断右手完整，那就以中断处代表的年龄有危险性，左右双手在同一地方中断时，即表示生命将发生严重变化的象征。最后回答一下评论区很多人问的问题：为什么我突然长了一个纹或者痣？要知道人的手相会随着人的运势而变化，
如果你的手纹发现这些变化，表示你要走财运了。首先我们知道，在手相预测运势上，一般都是看男看左手，女看右手，但其实双手结合看才是最全面的。手相上的命运线也可以叫做事业线，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事业发展运势，也是手相中一条很重要的纹路。无论事业线从哪里开始，到后面都会延伸到中指附近，所表达的意思也不一样。如果是纹路伸长清晰，则预示着生活稳定，挫折少；若断开歪斜，则表示在事业上会经历比较大的挫折。一个人的手相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运势的变化也会发生变化。而每个人一生中有时霉运，有时好运，其中二者有着不可思议的联系。一，命运线只有一条，清楚明显，这表示你具有很好的机运，间隔现在3年的时间你会有好运，所以你继续目前的工作或职业，就应该有好的机会可以把握。二，命运线共有2条，拥有这种手相的人，表示会有协助者泛起，也许你会得到欣赏你的才能的人泛起。在这个时候，你得善待长辈、同事、上司、朋友，也许你的珠子就在他们当中。手相上往往把这条线叫做珠子线，当然其他珠子线在这里不综述。三，有星形纹路泛起，假如命运线泛起了星形纹路，这就意味着你会有意外的幸运降临而得到成功的机会，或许这也意味着你会有海外旅行的机会，或者调职、出差等机会，对你的人生而得到有利的影响。四，命运线起自生命线时，这就表示一个人由于自己的努力或者以前的辛勤劳动成果会得到他人的欣赏，而你也会得到上司的器重，而委以大任，担当重责。这种可能性长短长高的。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